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在定制旗袍之前如何量体，因为不管你是做平裁旗袍，还是做西式改良旗袍啊，这个量体都是非常重要的。正确的量体能够让那个你制作出来的版型是非常合适这个身体的。而且每个人所谓定制的，每个人就是因为每个人他身体的各个数据是不一样的，不会像这种标准的模特体态一样的160、84A、86A 或者86C、86B 这样来的，不是这样一个标准的数据。这就在我们定制的时候一定要按照接下来我讲的方式来进行量体。那每个裁缝呢，每个裁缝他有自己习惯的打版的这个技巧和诀窍，那么都会有一定的出入的。所以这个量体方式呢是适合我的是适合我自己的，因为我有2个店嘛，一个是纸样店，一个是定制店。那么这个量体方式是适合我的纸样店的纸样，定制纸样，还有我的那个旗袍定制店的定制旗袍所用的这么一个量体方式啊。接下来我们就是来讲一下如何根据我的要求进行量体。那么首先你决定了在我的店里面定制旗袍之后呢，我会给你一张表格，那么你根据我的表格后就按照这个顺序我也会跟着这个表格上所需要的数据的顺序来教大家怎么样来量取正确的身体数据。首先你量的时候呢，这是个人台都是静体了，那么你量的时候希望你是穿上内衣内裤，就是你希望穿这个旗袍时里面穿着的衣服来进行量体啊。内衣就是胸罩要戴。胸罩一定要戴上来进行量体啊！你常戴的胸罩，你不要你平常都是穿很薄的那种胸罩，你量体的时候你给我戴一个那种加厚海绵的，这样就不好了。刚刚合适是最好的。而且就是因为我们在量体的时候已经会增加合适的松量，你就不要再人为的增加错误的余量进去。好吧，我们先来讲衣长。那么平裁旗袍衣长是很多是做比较稍微长一点的款式。那么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啦。但是我个人认为膝盖以上长度的旗袍那就不能叫旗袍了。所以我个人建议是旗袍的长度不要做到膝盖以上，至少是膝盖，一般来说是膝盖以下10到15厘米。那么那种我们所谓的扫地旗袍呢，是在从脚面上刚刚触及脚面，穿高跟鞋的时候触及脚面，这是扫地旗袍。那么再稍微长一点的旗袍呢，到脚踝为止，这是比较常见的2种旗袍的这个长度膝盖以下10到15厘米，然后脚踝或者再长一点到脚背刚刚触及脚背，是这个样子。到时候这个衣长你就自己来量。那么怎么量取呢？这个侧颈点领部的侧颈点，就是领圈与颈肩线相交的这个点，领部的侧颈点。从侧颈点通过乳点，沿着乳房的形状压下去，不能自然下垂自然下垂这边乳房凹进去的这个长度你就没有量出来，自然下去一直往下达到你要量的长度，也就是膝盖下面10到15厘米，或者是刚刚触及脚面，这个你看你实际的需要了。这是衣长然后大家就是可以看到我这里白色的线白色的这4根线是基础维度，这是胸围，这是腰围，这是腹围，这是臀围胸围通过乳点平行的一圈，你不要前面高后面低，一定是平行的，看到一定是平行的。来
圈。我特地用松紧带这样子通过这边是让你可以看到你量取的这个维度呢，量的时候就稍微靠下一点的地方来量取这个维度。就是它这不是松紧带有宽度嘛，稍微靠下1厘米的地方来量取你的胸围，然后腰围，这个就是在你腰部最细的地方量一圈，也是要你注意前后要平行。腹围是在腰围以下做一条平行的维度11厘米，距离腰围11厘米。然后臀围，那你臀部最翘的地方量一圈。好。这是这4个维度。现在我们按顺序来量胸高。胸高呢，则是这个从那个侧颈点一直通过 BP 点，也是乳尖点。然后 BP 点在这个松紧线的正中间的地方往下1厘米的距离，也就是我现在这根红线的距离。这根红线的距离就是这个胸高，侧颈点开始量，胸高一定要贴合身体量啊。那你看在这个松紧带的终点，它显示是25.5到26，然后到往下1厘米的地方27到27厘，胸高27，乳尖距乳头的这2点是乳尖，各往外1厘米量取乳尖距不是真正在乳点的地方。是的。上腰围就是胸围了，通过这个 BP 点量的时候通过 BP 点，那放松分呢，放大概1指，夹入1指进去。加1指，然后再加上水平测量，然后再加上这个1.5到2厘米的这个松量。小腰围，这就是腰围了，最细的地方，那这是最细的地方，终点向上1.5到2厘米的地方贴身量一圈。为什么要向上呢？因为特别是在做传统式的旗袍的时候，就做旗袍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把腰线稍微提高一点，使腿下半身显得更长，这样会更好看。但是也不能提得太高，大概提1.5到2厘米的就差不多了。但是西式裁剪的旗袍的话，那可能就是刚刚好。所以我个人是喜欢做按平裁旗袍的这个做法来量也是量的时候也是加1指。那前腰长呢，就是下面量前腰长。前腰长是通过这个侧颈点，通过这个乳点贴合身体一直量到这个腰围线的距离。就是刚才你量那个腰围线，就那个腰围线，它本身是在腰身最细的地方向上的1.5到2厘米的地方，所以你量的时候要注意你在哪里围的你就在哪里去量。其实就是这根红色的线到腰围这里向上这里的长度。
长，后腰长也是侧颈点垂直向下，一直量到这个腰围线，就是现在你们看到这根红线一样的。肩腰距离就是从肩顶点避开乳部，肩顶点避开乳部，从最侧面一直量到这个腰线的腰线以上1.5到2厘米的地方啊，就是你量腰围的线的这个地方。是这根红线的这个距离，后肩腰从肩点开始，垂直量到腰围线。中腰长呢，就是量到腹围的距离呢，就是从这个侧颈点中腰长，从侧颈点及胸围点，然后一直到这个小腰围线下面11厘米的地方来量取，其实也就是这个前腰长加上这个11厘米。那如果是腹部比较突出的人，那就会从侧颈点一直量到腹部最突出的地方，这样的一个维度。量的时候一定要把乳房的形状压进去量，不要垂直直接往下啊。好，中腰围也就是腹围。是臀围，也叫下腰。那下腰的长就是从侧颈点一直经 BP 点贴合身体，一直量到臀围线。如果是大腿比较粗的人，所谓大腿比较粗，就是你的大腿围度两腿并起来，你的围度比臀围都还要再粗的人，那你还要再继续往下量到大腿围度最粗的地方。量臀围。如果对小肚子比较大的，就这样量一圈啊，然后加个1指进去。如果对小腹，就是有小腹小肚子的体型稍微明显一点的话，你可以在你量出臀围之后，适当增加3到5厘米，增加3到5厘米。叉高就是你开叉的高度。一般开叉的高度现在流行都是高开叉了，就是在膝盖以上10到15厘米处。那么你如果是做平裁旗袍的话，传统旗袍的话，
叉都不会开得特别高的啊。一般叉的话，距离裙底的地方是35厘米。那你这个如果要稍微高开一点的话，那也是膝下这个按你量衣长的这个规矩来，从侧颈点通过乳点，根据贴合身体的形状，一直量到膝下那个膝盖下面10到15厘米的这个膝上这个10到15厘米的这个距离啊，然后这样子量好了，这是你的叉高，要量给我。然后肩宽啊，肩宽我们看这后面肩宽的数据，肩宽就是这根红线了啊，通过第7颈椎点的红线，从肩点一直通过这个，它不是一根直线了，就是这样看上去它其实是有一点弧度的，从左侧的肩点通过第7颈椎点一直量到右侧的肩顶点啊，这样一条这个线的这个距离啊。是它的肩宽，现在是背宽，背宽是从肩顶点到袖绒处最低的地方的2/3，从上往下2/3的地方，与袖绒线相交的地方的这条直线两侧相连啊，这条直线的距离又叫背宽啊。前是一样的，也是从肩顶点向下2/3的地方，两侧2/3的地方连线。袖长这个完全是根据个人喜好这个来的。一般这个长袖的话啊，长袖手臂自然下垂，手臂自然下垂，从这个肩顶点一直量到手肘，再量到手腕，这个地方，那个你在量的时候，你要把肘长也量出来啊。这个黑线是手肘，这是手腕啊。这是长袖的距离，同时量的时候肘围什么的也都要量的。袖长、中袖、短袖的话，这个看你自己了。然后下一个是肘长，那从肩顶点一直量到肘围的距离啊，量肘围的时候呢，那个肘部像这样弯曲90度，然后量取一圈。量取一圈，弯曲90度，量取一圈肘围。袖口量了净的袖口围之后，尽量量取新的袖口围啊，你就不要自己加松量了，我会给你加松量的。好，上臂为抬肩啊，就是腋底。腋下臂根处啊，手臂的臂根处水平，手垂直向下，水平量一圈是多少？然后领长的话，如果您的脖子比较粗的话，你可以需要再加一点，但是所以你自己要先告诉我你的体型特征，脖子你是不是觉得脖子比较粗啊，怎么样？或者你想脖子粗一点，但是做旗袍的话，领子一定通过肩点啊量取领子一定是要非常服帖的啊，刚刚包住颈子，这才是要挺拔，这是最重要的啊。
领高呢，一般4到6厘米，稍微胖一点，脖子短一点，脖子粗一点的人就低一点啊，瘦一点，你脖子比较长，瘦一点做出来会比较好看，就可以做高一点的领子，然后领高，然后很重要的下面这个数据你要量给我，就是乳高，乳高怎么量呢？这个前平的这根线。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同它的前长线这里是有交点的，对吧？然后同它的这个前肩腰线也是有交点的，那么就分别从它这个交点开始，顺着这个红线这里通过乳点量下去，首先然后贴合乳房部分，一直量到腰围线，一直量到腰围线。这边这个量出来是26.5这个，然后从袖纹部分的交点开始量，垂直量下来是24.3，24.3，26.3。那么现在从这一点通过乳点向下，这是26.3，然后从这个交点。前平与袖绒的这个交点一直垂直向下到腰围是24.3，那么它们两个相减的距离就是2，那么2厘米就是就是乳高，就是打折量了乳高。好，这就是我们在本店定做旗袍，你需要量的几个数据，希望大家严格的按照我的要求来量取，以便制作出最适合您的旗袍。